SS86 擎天柱 KO 版本 MD005 大货终于不紧不慢的出货了。隔壁厂商 AS 已经重涂了4个版本 ，MD 的大货才姗姗来迟。之前咱们玩过这款的样板件，这回的大货版本在先前基础之上又进行了一些修改，所以呢也是推迟了出货的时间。我们先来看一下配件的内容，满满的一层吸塑，也是之前样板时候当时还没有做完的仿 MP44 的正常头雕，这回也带在了里边，而且是短天线了，没有那么长，但是战损版和动画头雕还是长天线的。尼龙的材质很韧。另外最重要的改动，大家当时很诟病样板阶段的那个无法一体变形的威震天臂炮，现在可以做到一体变形，并且里边加入了磁吸灯。第二段是闪烁，扣上特效键，我把灯光调暗一点，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变形的话，把这个臂炮摘下来，插在肩膀的上方，手臂收起来。扣合上就可以跟这款柱子的车头完美适配，缝隙对的都还是非常准的。后背堵马桶窟窿的依旧是这个空调外机，也就是放上去啊，其实插的不是很紧的，起码把这个窟窿填了一下。车窗带了2套透明零件和2次元的配色，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更换。但是在安装玻璃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先想好了装哪个再进行选择啊，因为这个东西扣上去以后就挺难取下来了。在装正面车窗位置的时候，注意它边缘下方有一个特别小的凹槽，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凹槽对应的是雨刮器的位置的弧线，所以扣的时候要把这里对准，再装上去。MD 版本这一点做得很好，车窗原先这两侧有2个孔槽，现在 MD 也是把这块填了起来，让车窗更加的完整。装上以后的效果非常的服帖，缝隙对的都很紧实，但是想要抠下来，这就费劲了。为啥说 MD 版本不着急出货呢？真的是有恃无恐啊！你看看它的细节做的，首先这一块的扣合缝隙对的都是非常准的，嵌合的很到位。这些缝隙不仅在车侧面门板这里的缝隙对的很齐，甚至你从上面看，这些地方的缝隙也都是非常细的，基本上全部对上了。还有就是解决了原版官方这一块车顶位置的缩胶问题啊，上面是凹凸不平的，但是 MD 版本非常的平整，电镀的轮毂、橡胶的轮胎、楼梯里边凹孔处内部的花纹细节，这些都没有省略，完美的还原了出来。最关键的是，它把后边这里空洞的位置加了盖板给你填补了起来，所以让这个拖挂的部分显得非常的整齐的一块面板。这个车头做的哇，真的太棒了。车厢也是一种哑光面的处理，并不会很反光，但是好在 MD 的这个灰色零件，如同官方原版一样，几乎看不到什么水纹。之前也是看一些朋友们科普啊，说这个 MD 厂子还是挺下血本的，想要达到这种效果，应该是属于用了高压注塑，这种注塑的成本会很高，因为这个对于模具的损伤会很大嘛。所以，最终处理完成的效果确实很好。看不到水纹的灰色塑料，谁不喜欢呢？还有一点，在车厢这个位置，原先偷胶的地方 ，MD 版本也给你把孔洞都填了起来。地刮杆藏在了这里边，并没有放在吸塑里。之前咱们就在说啊，这个东西做的是要比官方原版的要硬一些的。车厢的中缝对得很齐，模具的精度没有问题。打开以后，里边的透明零件通透感做的是要比官方原版的要亮一些的，但是硬度也比官方原版的增加了一些。大枪有金属漆的涂装，这里还增加了一些细节的区分色，这些在原色版里边已经介绍的很详细了，咱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但还是有一些遗憾，车厢的后轮并没有做成和车型一样的电镀轮毂。这个让我个人来说，强迫症很难受啦。刚好有个朋友送了我一套艺社出品的这一款的浮雕贴纸，它和咱们概念中的那种贴纸不一样啊，它中间其实都是一层一层的片儿镂空出来的，而且是凸起的那种手感。所以呢，正好来贴一下。它撕的时候啊，要先撕背面的这一层，稍微的跟这么挤一挤，把图案粘在薄膜上，把后边的这一层纸拿掉，找好位置，
贴好，压瓷实了，再把外边的这一层薄膜给它撕掉。这个浮雕贴的效果果然是比一般的那种贴纸要好很多的，而且手感上面摸起来凸起的棱状很不错啊，再加上易射的这个胶性非常不错，你就算这样来回蹭它都不会瞎滑动。哦，质感很棒。哎，有了汽车人的 logo， 那这一块更完美了。易射的这一套贴纸里边还有2次元的车窗贴，但是 MD 版本是不需要的，它配件里边自带了2次元的替换零件，所以这一套可以给你的 AS 版本去贴。来检验一下大货的品质，正好咱们这回带着老威的胳膊一起变形。首先把这个炮管子摘下来，第一步轮胎翻转。料的阻尼、松紧度、扣点这些东西都是很舒服的。之前咱们在样板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大货呢依旧是这个用料，所以扣合起来这一款的变形手感会异常的爽，而且精度非常的高，几乎每一个缝隙面、每一个扣子对准的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都不需要你怎么去耐心的调整，直接变过去就等着那里。腿部掰开，中间的这个扣子稍微的有一些紧，脚后跟的翻出也没有那种特别卡手的生硬的那种八棱轴的感觉，很轻松的就折过去了。腿板打开，而且这一块的扣子连接的也是挺紧实的，扣上去有很明显的阻尼感，是插进去了的。还有一个改动点，官方原版这个地方并没有穿钢轴，是凸点扣子，而这一回 MD 索性直接给你穿了2根长长的钢轴进去，哦，直接就让这一块非常的结实了。最关键的是，它这条腿的开模是完全和官方原版不一样的，官方原版对开的。所以中间小腿会有一个很大的缝隙，而且这个位置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水口啊，剪切的话肯定会有痕迹，不好看。MD 版本呢，直接模具从开到了侧面的缝隙里边，而且水口的位置也放在了别处，所以这条腿从后边看非常的完整啊，特别漂亮。大腿的位置同理，官方原版也是中线左右对开，有一条非常大的合缝线 ，MD 也是侧开，顺在了这条缝隙里边。进行封建，这样进行分件的好处就是可以把缝隙完全隐藏在这些花纹里，非常聪明的做法，美观度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把这些地方都翻折好，车门打开，就是这种阻尼感的舒适度啊，跟官方的手感比起来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说它这个出货不着急、不紧不慢的，确实是有2把刷子在里边的。肩膀这些扣合位点都能完全的插到底，所以这一块的缝隙也是对的特别好的，这就导致了车门扣合起来就会更加的严实。根部的蓝色轴双段翻出也是很轻松就过去了。腹肌翻下来，还有就是 MD 版好在哪儿呢？它腰部啊，你随便转，这腰两侧的零件不会卡边，也就是说，这个模具的精度以及开这个料的准度是没问题的。上下这里你都不用来回的上下活动，腰随便拧就可以过去了。脖子这里的翻出也取消了那个挺卡的结构，直接就可以很轻松的翻折出来。老威这条手臂变形，下边跟柱子是一样的，也是顺这里打开手臂。肩膀这里设计了一个小细节，我们把这块盖子翻开，旋转出来这个扳机，一个造型零件，把臂炮给它插上。替换头部这个球形关节的桩子也是非常轻松的。仿4-4的这个头雕造型做的也是很不错的，
哎，味道就很正，所以就还原出来这样的造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唯一可惜，胸口的领导模块舱盖子还是这个白色的。领导模块中间的核心是透明的，外边是金银的分色，特别的好看。再来看人形的优化细节，在原版的这个位置多增加了一个铆钉钉死进去，这个就不容易脱落了。肩膀后方原先的螺丝孔，小腿内侧这里边的螺丝孔全部填补了起来，并且做了花纹。所以全局扫视一下 MD005 在人形状态几乎看不到太多的螺丝空洞，这个就挺厉害了啊！还原这个摘头套的名场面，全部装上的效果、扣合度、松紧阻尼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整体来看 ，MD 版本不论是模具精度，还是配件的增加量，以及修改部分的内容，诚意都是做的非常足的，素质特别的高。这也是 MD 不着急、耐心的打磨，更换了大家比较在意的这个新的配件手臂。所以玩家也能从 MD 目前出的5款产品的素质上面看得出这家厂商的诚意。一般来说，不论是第三方还是第四方，在面对同样的题材或者出相同内容的时候，撞车的情况下，都会非常的紧张去争这个出货的时间。但是像 MD 这种不紧不慢的操作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的拼装版阿尔西上面我们就能看到了这家厂子一个不紧不慢的态度。这个该死的松弛感。但确实最后的品质决定一切。大家在阿尔西这款产品上面是有目共睹的，这一回的86擎天柱也是一样，它增加的配件非常多，而且修改的内容也是集玩家之所想。所以我说 MD 这个厂子其实是一个挺懂玩家的厂商，或者说团队的人员本身就是玩家，他能站在玩家的立场上去想这款产品应该怎么去做。也正因有了这样的态度，才能做出来更让玩家满意的产品。那么这款的大货素质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也不方便说什么，标题已经写在那里了，大家自行填空就好。那么得嘞，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